下班高峰期堵在 CTE 上，看着路边油站不断跳涨的价格牌，是不是觉得钱包又瘪了？去小贩中心买个杂菜饭，发现安迪又暗暗起价了。别急着抱怨本地物价，因为决定你下个月 SP Group 电费单和三餐开销的，根本不是本地市场的供需，而是远在7000公里外的霍尔木兹海峡。你可能觉得中东打仗离我们很远，但一旦伊朗战争的火药桶被彻底点燃，你存在 CPF 里的养老钱，还有每个月沉重的祖屋房贷，都将面临一次史诗级的洗劫。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，绞碎的不是钢铁，而是全球供应链的利润。地处中东咽喉位置的霍尔木兹海峡，一直是全球能源运输的核心通道。这片宽度仅有几十公里的海域，承担着全球近30%的海上石油运输任务。每日往来的油轮与货运船只承载着欧亚非三大洲的能源贸易往来，也牵动着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神经。而进入2026年4月以来，美国与伊朗在这片海域的对抗态势持续加剧，双边的军事部署与外交对抗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阶段。原本就脆弱的中东地区安全格局再次被推到了冲突爆发的边缘。美军在阿曼湾、阿拉伯海区域完成3支航母打击群的部署，各类驱逐舰、巡逻舰在伊朗近海周边开展常态化巡航，针对伊朗籍商船的拦截、核查行动频次不断增加。短短10几天内，就有超过30艘伊朗相关船只被美方登临检查，部分货轮甚至被直接扣押。美方给出的理由始终是执行国际制裁决议，而这样的行动彻底触碰了伊朗的核心利益底线。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启动海峡管控措施，在海峡关键水域部署海上警戒力量，对所有途经船只开展身份与货物核查，同时明确禁止悬挂以色列国旗的船只进入海峡海域。双方的海上摩擦从零星事件变成了日常状态，区域航运的安全系数持续走低。全球主要航运保险公司纷纷上调中东航线的风险保费，部分航线的保险费率在2周内涨幅突破 45%。 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意味着大量远洋航运企业为了规避风险，不得不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捷径，巨轮宁愿单程多烧几千公里的油，也要选择绕行非洲好望角，绝对不敢走这条被称为死亡捷径的海峡。单程航运距离增加数千公里，航运成本与运输时间双大幅上涨。这帮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。如果你是航运公司的老板，面对随时可能被扣留的风险，你会选择冒险穿越还是绕路亏钱？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，运输时间被无限拉长，运费成倍翻番，最后这笔天文数字的账单算在谁头上？自然是你我这样的终端消费者。作为连接东西方贸易的十字路口，我们新加坡已经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这股寒气。去看看 PSA 港务集团的货柜码头，原本密集的货船进出节奏被打乱，调度中心的屏幕上因为船期延误频频亮起红灯。这绝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对峙，这是一场对全球供应链的无差别绞杀。当物流成本的剧增如海啸般向外传导时，很多人还在问，美国和伊朗到底为什么非要闹到这一步？很多人以为美伊之间随时会爆发全面战争，这其实是个巨大的误判。大家不妨思考一下，美国真的想在中东深陷泥潭，打一场全面战争吗？还是说，他们只想要一个可控的混乱？美国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，他们在五角大楼沙盘推演的终极目标，从来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，而是要牢牢捏住全球能源的定价权，进而维系不可动摇的石油美元霸权。通过无死角的金融制裁和海上封锁，美国玩的是离岸平衡与极限施压。他们试图切断伊朗的造血能力，也就是石油出口与金融结算，以此来巩固自身对全球能源运输的绝对话语权，想兵不血刃地把伊朗的经济彻底吸干。但伊朗绝对不是吃素的，
面对美国的重兵压境，伊朗非常清楚，如果硬碰硬拼远洋舰队，自己绝对拼不过老美的航母战斗群，所以他们玩了一手极其高明且致命的非对称威慑。你美国不是船大炮多吗？我就利用地理优势，在海峡最窄，只有几十公里宽的地方，部署无数的自杀式无人机、反舰导弹和快艇狼群战术。伊朗的潜台词非常明确，你想让我一滴油都卖不出去？那好，大家都别想安生过日子，全球近30%的海上石油，谁也别想舒舒服服地运走。你断我财路，我就掀翻全球能源的桌子。这就是一场典型的极限胆小鬼博弈，双方其实都在极力避免擦枪走火，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，因为谁都无法承受全面开战的代价。美国承受不起油价彻底失控反噬国内通胀，影响选票，伊朗也承受不起政权面临的毁灭性打击。但要命的是，谁也不能在此时退让半步，必须保持这种高压对峙，来积攒谈判筹码。这种不战不和的极限拉扯，对全球市场来说，就像是一把钝刀子割肉，慢慢放干了全球经济复苏的血。而这种大国零和博弈的代价，正在精准地转移到每一个高度依赖全球化的经济体身上。那么，这把火究竟是怎么烧到亚太，烧到我们新加坡的？如果你觉得这场博弈离我们很远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作为亚太地区的经贸心脏，新加坡正处在这场地缘海啸的第一冲击波上。如果在座有做进出口贸易或物流的朋友，最近你们的货柜延误了多久？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，新加坡究竟遭受了哪3重暴击。首先是致命的输入性通胀，当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击穿$105大关，很多人没意识到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。大家要知道，新加坡可是世界第3大炼油中心，你去看看夜幕下的玉郎岛，巨大的烟囱喷吐着火舌，炼油厂虽然机器轰鸣，甚至因为中东产能受限而接到了一些替代订单，但源头原油价格的暴涨直接推高了本地工业制造和民生用电的成本。这种防不胜防的输入性通胀，让本地企业的利润空间被疯狂压缩，甚至见底。企业赚不到钱，最后买单的必然是我们这些面临物价全面起价的打工族。其次是物流大动脉的严重血栓。PSA 港务集团作为全球最繁忙的中转枢纽之一，每天吞吐着海量的货柜，但现在因为大量航线为了躲避霍尔木兹海峡的炮火被迫绕路，导致船期大面积延误，航班大幅度缩减。这导致什么结果？货物周转周期被无限拉长，跨境贸易的物流成本直接螺旋升天。东南亚那些极度依赖精密零部件按时交付的电子厂和化工产业链，现在简直是如坐针毡，稍有断供，面临的就是天价的违约赔偿。最后，别忘了我们引以为傲的金融中心地位。中东一乱，风险外溢，全球资本确实会因为避险情绪高涨而涌入新加坡，寻找财富避风港。但硬币的另一面是，航运保险、船舶融资以及跨境结算这些核心金融业务的风险敞口也在急剧放大。来佛士坊的交易员们每天盯着屏幕上波动的汇率和原油期货，背后隐藏的航运坏账风险正在暗流涌动。在这个深度捆绑的全球化互联时代，没有任何一个小国可以仅凭一句我保持中立，就能建立起免疫经济冲击的护城河，在风暴中毫发无损。大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下棋，我们普通人难道就只能当被收割的韭菜吗？绝对不是。大国在棋盘上博弈，小国和普通人不能只做被动承受代价的棋子。对于新加坡和整个亚太地区来说，坚持多边主义和务实中立是我们生存的底色，但对于你我而言，更重要的是在动荡中建立起自己的反脆弱能力。面对下半年的通胀压力，你是选择增持黄金，现金为王，还是有其他避险妙招？
大家必须认清现实，放弃对绝对和平的幻想，学会与动荡共存。当输入性通胀成为常态，重新审视你的资产负债表，优化投资结构，防范财富缩水，才是最硬核的保命指南。世界越是疯狂，我们越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穿透迷雾的眼光。如果你也想在这个魔幻的时代看懂地缘背后的财富逻辑，不被轻易带节奏，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，点开小铃铛，一键三连支持一下。我是你们的地缘观察员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